朋友们，吸引力法则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过，但是能够通透地了解它的奥义，并且还可以正确自如地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的人呢，却是凤毛麟角。如果你现在对吸引力法则的印象和理解，还是停留在我要每天对着宇宙下订单，以及只要不断地在心里面想着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和想做成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心想事成，得偿所愿了，那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可能是成功学的课听多了。这种对吸引力法则的扭曲的理解，到头来呢，不仅不能帮助你获得这些世俗的成功，相反，它还会害了你，让你失去与当下真实世界的链接，活在虚幻的想象当中，越来越痛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以及如何才能正确的使用吸引力法则，给大家讲通透了。首先，吸引力法则当中的确是有讲到，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念和言行来重设自己的潜意识，从而进一步再去改变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发生。但是如果抛开特定的前提以及重要条件，而单独的去强调这一点，那就变成了成功学大师们喜欢使用的内容。因为这种简单粗暴的路径呢，完美的契合了人性习惯里面的贪婪，以及想要破格获取、不劳而获的那部分。所以这种歪曲的解读很容易就会产生大量的信徒和拥护。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吸引力法则呢？首先，我们需要从量子物理的层面进行一个切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我们先不去对这句话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科学的尽头呢，可以说就在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与佛学之间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交汇点。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世间万物都是由在某种特定频率下振动的能量波所组成的，而这里面最简单的波呢，就叫做正弦波。一个正弦波只代表一个单一的信息。按照我们目前量子物理所能研究到的最小单位来看，形成正弦波最基本的成分呢，是一种叫做夸克的微观粒子。这就是量子力学目前假设的构成物质的最小基本组成单元。为什么说假设呢？因为到这里其实还远远不是尽头，只是由于我们的科技所限，没有可以再继续往下探索的仪器了。而事实上，这个夸克的确还能够不断的再往下分，甚至还可以无限的分下去。那么可想而知，分到最小直至无法再分解的物质的时候，最后也只能管它叫做力。你看，这不就是佛家所讲的空性吗？好了，如果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某种特定的振动频率模式，举个例子，焦虑这种负面的能量波，它的振动频率比如说是30千赫，而愉悦这种正面的能量波呢，可能是100千赫。那么在这种特定的模式之下，我们就会自动化的持续不断的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当我们对一个念开始执着的时候，就会产生能量波的叠加。在量子物理里边呢，这就叫做量子纠缠。在光学里面呢，我们管它叫做干涉。而这种自动化的起心动念的机制，就是佛家里所讲的业力。一旦产生了这种干涉和量子纠缠，这就具备了成像的可能性。而这些相呢，就是佛家里所讲的色。那么暂时还没有干涉，没有量子纠缠，还没有成像的能量波的存在呢，就叫做空。一旦成像，这就叫做缘起。这个相一旦消失，我们就叫做缘灭。所以啊，我们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量子物理和佛家其实都认为物质只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在佛家称之为相由心生。说到这，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这个相由心生里面的相理解为人的外貌长相了，其实它是泛指一切所有相。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里面会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提过的潜意识层面，如果你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比如以愤怒和焦虑这种特定频率振动的消极而又负面的能量波，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能量场域之下呢，你就会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事物，这些呢就是你心的缘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是善缘啊，它们也一定都是消极的、负面的，和你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所匹配的。但是假如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通过给它注入一定的以新的频率振动的能量，最后呢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在潜意识层面的振动模式，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内在能量场域得到了改变以后，就会开始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新的事物的呈现和发生。这就是我们对潜意识的重塑。假如你的能量磁场足够强大，那么你在吸引同频能量的同时呢，还可以在无形之中不断的去影响和改变其他和你存在着某种链接的，或者说你所能辐射到的，相对于你而言，能量磁场强度比较弱的人或者事物的振动频率模式。也就是说，你在不断地把它们的振动频率同化为你的振动频率，并且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你也随时可能会被比你强大的能量场的振动频率所同化。好，以上呢就是对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大概的诠释，的确是比较复杂和烧脑。总之，我们的起心动念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世间万物的本质，所有的因缘聚合呢，其实都是一种能量振动的匹配。因为想要重塑我们的潜意识，改变我们的命运，首先就要先把我们的思考呢提升到有意识的能量维度上来，就是要我们利用吸引力法则的基本原理，通过有意识的不断地进行某种特定的可以转化为能量的思考，来给我们的潜意识注入大量的以新频率振动的积极的正向的能量，从而实现改变我们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模式，进而再去影响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所成的相。这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直接从投影源入手，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因为当我们整个的能量场域发生变化以后呢，外界就会接收到这个新的振动频率的信号，从而新的同频的事物就会自动地和我们进行匹配。其实在很多修行体系当中呢，都有使用到这个方法。比如寺院里的僧侣，他们在用手里的这个念珠念诵梵语，也就是所谓的真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个方法。比如每拨动一颗珠子就念诵一句我很快乐，我很喜悦，并且与此同时还要同时发起同样的心念。他们深深地相信自己真的会快乐和喜悦，或者说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就处在快乐和喜悦的状态之下了，然后就这样不断地重复，日复一日。那么可想而知，他们的潜意识会被怎样的重新设定？他们的内在能量场域一定是快乐和喜悦，这种特定的高频能量的振动频率，他们的内在会真的就变得十分的喜悦和平和。像怨恨、愤怒、抑郁、嫉妒、烦恼等等这些低频的负面的能量，你是很难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到的。但是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几个核心要素一定要注意，那就是简洁而又积极和正向的语言，并且要具象化，还要有心灵层面的感受。但是大多数的人呢，并不明白这些，
他们只是单纯的念出这个词或者那句话，并没有做到具象化，也没有注入感受。这样一来呢，就不会产生出正向而又积极的能量层面的思考，当然也就不会有新的能量波动产生，所以你眼前的相也自然就不会改变。举个例子，比如你一直都有晚上熬夜的坏习惯，无论你下了多少次决心啊，可是你就是改不了，晚上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放下手机。那么怎样才可以利用吸引力法则，通过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做一些功课来影响我们的行为轨迹呢？如果你又下了一个决心，反复地对自己说不要熬夜了，那么不用问，你肯定会再一次失败。因为这个短句并不符合潜意识重塑的几个核心要素。第一，它并不是积极正向的词语，像禁止、不要等等这种负面的带有否定意思的词语，是很难引导我们做出正向能量层面的思考，从而产生正向振动频率的能量波动的。相反，这些代表了负面和否定的词语，第一时间引导出的也同样都是负面而又消极的能量层面的思考，而这些无意识的思考会在无形之中创造出特定的与之相对应振动频率的能量波，而这些能量也同样都是负面和消极的，所以它们一定会吸引相同频率的事物和行为的发生。这就是为何在一个充满了负面能量、一直被父母否定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长大以后大概率都会成为那个很不好的样子的原因。所以同样的道理，作为父母，千万不要总是去担心孩子发生不好的事，比如得病、生意不好、发生意外等等。如果你不仅担心，还总是对孩子说出来，那么你这不仅不是在爱你的孩子，你这其实是在诅咒他。你总是这样说，其实就是在给对方的潜意识里边强行注入了负能量，这会影响对方的内在能量振频，这其实在无形之中呢，增加了你所担心的这些事情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生的概率。好，我们再回到下决心不熬夜这个例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禁止换成我可以。别小看这个简单的改动。首先，当我说我这个字的时候，我的心知道这指的是我本人。当我说可以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心知道我具有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和选择权。而随之而来的思考呢，就是自己完成后面的正向而又积极的事情以后，所能带给自己的各种好处以及成就感。这就是我可以对于我的意义，那就是注入更加积极正面的高频能量，从而引导和触发相应频率的积极正面的行动的发生。说完了禁止这个词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看。熬夜这个词很明显，它并不符合吸引力法则当中具象化这个标准。当你说不熬夜的时候，你的大脑困惑了，它在搜寻自己整个存储记忆里边关于熬夜的标准，是10点、11点，还是12点以后才算是熬夜呢？这样的话，你很难在瞬间引导出一个可以转化为能量波动的思考。记住，当你要下决心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想要更深更快地引导能量层面的思考，那么你所使用的语言就要越具象化越好。比如10点就比12点以前好，这其实呢也都是我们驾驭大脑的心法和技巧。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熬夜换成11点睡觉，让晚上11点这个时间具象化、特殊化，给它注入你的感受。当你在潜意识里设定好了这个新的能量振动频率以后，那么以后每当快要到11点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吸引自己呈现出与这种能量振动相匹配的行为，那就是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们就成功地通过重设我们的潜意识，来影响和改变了我们在3维世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轨迹。
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